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to stay. 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讲师是李新元博士。今天新元博士已经上到我们的现场了，那我们直接来邀请新元直接为大家开讲。好，新元请。好，感谢志颖团长的邀请哈。我们其实就是在跟志颖团长一开始，其实是在那个童军月刊的这个编辑团队有合作。那很感谢最近我们刚好有一本书，就是我最近的硕士论文刚好出版，那也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来跟各位伙伴分享我的研究成果。大家其实多多少少我们在童军的考验，或者是我们在童军精神的讨论里面，我们都会提到中华民国童军史。但是其实稍微了解台湾的史，就会知道说，其实台湾是经历过日本时代。那可是我们对于但是日本时代台湾有没有童军这件事情，其实在我完成硕士论文以前，其实大部分的人是认为是没有的。因为当时我们对不管是资料的收集，或者是战争结束之后，国民政府有系统的因为童军作为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甚至是一个学校的科目，政府有它的需求，它必须去透过童军运动来去让大家去认同中华民国这个国家。所以很多日本时代的东西，它渐渐就被隐藏起来，或者是很多的在日本时代受过童军训练的团长，为了能够维系台湾童军运动的发展，他就不再去提起这个他们过去在日本时代参加童军的这个部分所以今天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日本时代台湾童军运动的引入、发展跟结束所以就是我们大家对童军的理解不管是就最近其实前一个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八百壮士的故事又被重新到新闻的热播上面，因为中国大陆在好几年前有重新再拍了一次八百。那其实八百壮士里面，除了谢晋元的故事以外，其实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对于中华民国政府而言，童军作为中华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青少年组织，它到底对于国家的意义，或对于我们整个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或所谓的国民来说，它到底具有怎样的角色那所以在《八百壮士》这部电影里面，其实大体的建构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中国童子军或中华民国童军的一个形象，也就是非常的刻苦耐劳的那也是有荣誉的，那是穿着制服，有识别有足够的识别的象征，来去在社会最需要的时候站出来的一群年轻人。这个是在八百壮士以来一直到今天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一个中国童子军或中华民国童军的一个形象但是其实日本时代国际的童军队，就所谓的 Scouting 或所谓的 Scout Movement， 其实在台湾就已经有推行了。那当时因为当时日本人在理解所谓的 Scout 的时候，他其实是把这个有人举手，就是在理解 Scout 的时候，他其实是用少年跟 Youth Boy Scout 就是给 Boy 玩的一个活动，Youth 就是青年就是有个青年团，所以日本当时是把青年团跟少年团认为是一个那个阶段的人要去受的训练，所以等他们过了那个阶段之后，他们就进入下一个训练。所以跟我们现在理解就是童军有幼童军、童军行义、罗服的这个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照片的右边这个照片，其实是这个当时他们就是在仪式的合影应该是台北州，我记得这是新竹州的这个童军那左边是旗山州旗山郡在1938年、39年的时候，当时高雄在推一校一童军的时候，所留下的这个结团式，也就是成团仪式的这个照片但战后，因为大家也知道，大陆经历过8年抗战之后，其实很多从大陆撤退来台的
这些不管这些人，他们其实面对日本的统治是非常，就是日本的侵略是非常反感哦，所以在来到台湾之后，政府其实有系统的在，政府其实有系统的在回避日本统治的一些记忆，所以这段历史，尤其是这段历史就渐渐的被沉积下去，到近年我们的整个社会比较开放了，才重新被大家开始讨论。好，那简单来让大家看一下，日本时代当时童军训练的影片。那这个影片其实很有趣，它是待会我们要看的这部影片里面的童军的训练，大概只有20秒左右的时间。但那个影片里面的穿着制服的那些人，其实是卑南族。哦，是于当时日本为了营造出他们对于台湾的统治是一个文明的、现代的，是跟得上世界潮流的，他们大部分让这个影片里面扮演这些现代化的角色，是让台湾人去扮演的。哦，所以待会我们大概花了大概30秒到1分钟之后，我们来看这一部影片。当时的日本把身体训练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到现在他们都还是有广播体操。这边是从军的训练的，然后这里就是青年团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这个影片其实是1933年，当时为了预备始政40年，也就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40周年的时候，为了要彰显他们统治的有效，所特别拍摄的这个影片叫做《全台湾》哦。那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台湾历史博物馆把它做了中文的字幕，那并且有做成 DVD 上映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其实童军的活动跟训练，就是包含是露营的训练，或者是双旗的，或者是双旗语的训练哦。那还有到青年阶段有所谓的行军的训练哦。所以可以看到，日本当时他把这些现代化，这些他们从外国就是当时日本跟英国还是联盟的情况下，把英国的很多好的东西开始学到开始在台湾开始进行实验后，还再回归到日本去哦。哦，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引子，就是让我开始去意识到说，哎，其实日本时代的台湾是有童军的，可是我们对于日本时代的台湾童军是一无所知的。哦，所以所以我才开始了这个研究。那其实台湾的童军文化里面，其实残留了非常多日本殖民统治的记忆哦。其中一个最有名其实就晚会歌了哈。晚会歌这首歌其实，日本的晚会歌日本在萤火前的原则上我们台湾的萤火仪式原则上是完全抄日本的，原则上是完全抄，而且是抄战前的日本，还不是抄战后的日本。哦，对，就是我们整个萤火的流程，其实这种疑点式的萤火，其实它包含萤火的搭设为什么会是井字形，
其实跟我们这些服务员早期受过日本教育是有关系的，因为日本在处理篝火，或在处理引火，其实是其实他们早期看到日本的这些团长也是这样子做，他们就跟着这样子去做。主要比较可惜，我没有我那个照片没有拿出来放了哈，就是你会看到日本时代的萤火其实就已经是井字形的了，对，但是那个画面那一个照片的画质实在太低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用数位找时间，如果有实体大家见面，我就会把那张照片给大家分享哦。好，那有一个值得介绍的人其实是方纯钦呐，那其实如果大家有在教童军歌曲，这个人的名字应该会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训练里面。好，那因为我们的晚会歌于静包含那另外一个包含我们前进集会的歌曲，其实大部分都是由他来翻译。另外一个就是刘元孝老师哦，那他其实当时在童军100年的时候访问过他哦，他有曾经说过说，他一开始就读竹南工学校，但是看到那些日本人都玩童军，他很有兴趣。然后呢，他其实很向往童军活动，但是台湾人当时的苗栗那个地方是只有日本人才能参加童军的，他们公学校是没有童军的。稍微补充个脉络，在以前的台湾日本人有日本人读的学校，台湾人有台湾人读的学校，日本人读的学校叫小学校，台湾人读的学校叫做公学校。那除非你的成绩真的很好，你台湾人才有机会去小学校就读，或者是日本人去到那边足够偏僻，所以他没有小学校，他就会去公学校念，只有这种状况是特例。那当时方纯钦呢，他是公学校的学生，他没有办法去玩小学校才有的童军，所以后来他们家可能有一点经济基础，就送他去日本读日本内地的小学的学校，他就在东京的青山学院，在今天的东京比较偏西边的地方，那是一间基督教学校，那他在那里去接受了这个童军的训练。然后后来回到台湾之后，他就开始当老师就是代课老师。教员心得就是指你是兼任的代课的这个意思就是代课老师。然后后来就是受到张忠仁的这个影响，就进到了总会体系。后来就是成为总会的专职干事，就有点像文心大哥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就是领总会的薪水，专职为童军伙伴来服务的这个角色那他也负责管理，就是像阳明山童军营地，这样就是他有点说像现在的其实他的角色就是现在童军总会的营地主啦，就是负责管理阳明山童军营地的这个角色。那因为他的日文也非常的好，所以他其实在当时1971年我们去日本参加世界大陆营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搭乘着官方的舰艇前往日本的，其实服务了非常多的童军伙伴来参与这个童军活动。那他其实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少年团的经验啦，那这就是当时他所看的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就讲到童军在乡里之间做了许多的好事，那使他对于童军产生了向往，所以为此他留学日本这样子当然童军就少年团这个应该大家就知道，这个应该就不用再解释。那日本最早把童军引进来的人其实是乃木希典。那乃木希典在日本被称之为军神虽然叫军神，其实他的指挥的战法非常的无厘头对这个就出现历史研究的范畴，这就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内容这样子但是不管如何，他当时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他把贝登堡的 Scouting for Boys 翻译给当时读预校就是读军官预校，也就是国中学历的军官学校的学生去阅读，去帮助他们去理解一个军人怎么在战场上保护自己。但是目前为止找到最早的Scouting for Boys 的日文译本，虽然叫做译本，但其实它里面它其实比较像是有一个懂英文的人把童军手册看完了以后，照着自己的话再写一遍。他并不是完全照着童军手册的原话去翻译的但是不管如何，那他就成为了当时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教材这样子
那后来日本的童军其实是多元并立的啦，后来那在1920年代的时候才整合成日本童军总会。那日本童军总会的这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啦。日本童军总会的第一任总长其实是后藤新平。那后藤新平其实在台湾史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因为他是台湾他在他的任内奠定了台湾统治政策的基础，一直到战后的国民政府都还是照着他的方式在统治台湾。后藤新平算是日治初期最了解台湾的一个人，后面的许多总督其实都是他的学生。那其中待会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总督叫内田嘉吉，他被我称之为童军总督，因为他极其热爱童军。好，台湾2次引入童军都跟他有关，日本时代2次引入童军都跟他有关。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如此热爱童军运动的一个人。好，那待会会特别介绍内田嘉吉这一位总督。OK， 好，所以在1913年的时候，在1915年的时候，当时内田嘉吉这个人呢，他在担任台湾总督府的民政长官。民政长官有点像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民政局长，他就是等于是整个台湾总督府的这个总督的2把手。就是总督就是元首啊，但是这个我们的在这个民政局长就像是行政院长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他就是总管整个台湾的整个各种大小事，有点像内政部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内田嘉吉那个时候就看到，那时候就是透过他的这个媒体，也就是所谓台湾日日新报，开始去跟大家介绍说，在遥远的欧洲啊的第一次，现在说在世界大战嘛，在遥远的欧洲战场上面啊，就是那个每个士兵都非常的英勇。为什么他们这么英勇呢？因为他们有受过这个少年团的训练，他们翻译叫少年，汉字翻译叫少年，就是这些少年们都受过了少年团的训练。那这个少年团的训练是由谁开始的呢？这个少年团训练是由一个叫做贝登堡维尔的这个将军，他在这个南非啊发展出了一种可以面对殖民地的热带气候的一个挑战的训练方法。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引入台湾。他花了整整1个礼拜，就是整个台湾日日新报花了1个礼拜的时间在跟您解释什么叫做童军。他花了整整1个礼拜的专栏，就是第4版的专栏，就专门来跟你讲童军，讲1个礼拜。然后没多久之后，他们整个总督府的机器就动起来，开始在铁道部、在军官所驻扎的地方开始进行所谓的他们所认为的童军训练。但是他们当时对童军的想象其实是军人预备的军事训练。跟我们现在所讲的童军是一个和平军事、非军事化的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会有教乐啊、持木枪啊。那这个地方其实应该台北人会比较认得出来，这里就是228纪念公园，后面就是台湾博物馆了。对，对。那这位木下少将呢，就是当时的这个木下少将就是当时的步兵第1联队的队长。那步兵第1联队就是今天的中正纪念堂，所以就在隔壁而已。所以早期台湾最早进行童军训练，然后进行童军教育的地点，其实就是在今天的228纪念公园。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童军的样子，那时候他们认为那就是一个军事预备训练。OK， 那他们就会有户外的怎么打猎啊，他会去打猎啊，会去做户外的射击。那当时他们穿的衣服呢，也不是童军制服，他们穿的是那种比较像是日本和服改良成现代方便行走步行的这种服装。OK， 但是童军世界童军史其实在1918年发生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战争结束了。贝登堡发现他很多的这些徒弟们在1次大战都过世了。他认为唯有世界和平才有办法不会，就是说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将军，他很努力的把这些技能交给这些青少年的目的，并不是让他去打仗的，不是让他去死的，而是应该是让他们要理解说，在和平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保护自己。因此，
不要再有战争，促进世界的和平该怎么办？也就是把全世界所有的青少年聚在一个地方，让他们去好好的认识彼此，让他们都成为彼此的朋友的一场狂欢会。这场狂欢会结束之后，就会比世界各地的青少年都会留下友谊，因此就不会发生战争。好，这个就是 Jamboree 的由来。所以 World Scout Jamboree 在1920年举办第一届。所以 World Scout Jamboree 其实是一个为了回应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伤痛而出现的一个文化转移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它第一次把世界和平这个概念带到了整个国际的场域里面，大家来讨论世界和平。它其实是一个延续了整个1918年的整个大战之后的伤痛，如何去弭平伤痛，跟不要再发生第二次的世界大战而出现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日本作为当时的常任理事国，也就加入了这个世界童军总会，所以它也成为世界童军总会世界大陆跟世界童军会议的最早的一个会员国之一。好，那内田嘉启其实非常重要，因为他在1915年的时候最先把这个少年团的概念带进来，在1925年担任总督的时候，他推翻了他10年前所带进来的这个东西。好，他那时候就提到这个大家都汉字应该就蛮清楚了，他就说届时欧美各国及我日本各地有少年团之组织。其实这刚用台语念啦，我们这段其实是台语。其他台湾组织一直渐浓厚。然后内田总督表示，这个欧美各国的组织其实自己英国宗教毛伊尔。毛伊尔其实用台语念就是包威尔，就是Baden-Powell 那个 board 那个字。他的印度训练新募兵，使之服役落台湾犯界之任务。就是说，那个面对那些，就是说那个时候雾社事件还没有爆发，所以知道台湾犯界是个多么险峻的一个地方。那时候还没有雾社事件。所以就知道那个台湾犯界对日本人来说是个多么可怕的地方。那所以他就编组了侦察队，同人其转移南亚。这个南亚不是指南亚洲，这个南亚是指南非。因为 Africa 所以是南非。其地组织于印度，同样是侦察队。面与之训练，南亚之英军现已非常之苦，他在讲梅富根城战役。而此侦察队训拔群围攻。非因而毛伊尔氏，而此侦察队拔群围攻，因而毛伊尔氏之名虽大于世界。同时，印度及南亚以少年编制之侦察队其名亦次第传播。这是目前汉文的报道里面，台湾的汉文报道里面第一次这么清楚的去介绍童军以及童军的诺言跟规律。其英国同纲领对于层级国王进 EU 少年团员常驻达人，遵守少年团则，又其团则如主。少年团重名誉，少年团员对于国王、官吏两亲之使用之己者，要有忠诚。然后这其实就是英国的10条规律啦。所以其实诺言规律、名言、诺言规律、童军的发展，或者是台湾人认识童军其实以汉文的方式被呈现，其实在1925年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报道了。好，那甚至当时的当时这个内田嘉启想要在台湾推广童军，甚至还从日本特别定制的童军制服放在台湾博物馆里面展览。然后呢，因为那时候刚好配合这个后藤新平要带着这个世界大陆营的日本代表团去英国。所以他们就配合这个行动，在台湾办了一个童军特展。办在台湾博物馆里面。然后就说，就是邀请这些老师们呢，就是各级学校的老师一定要去看童军的制服跟童军的训练。希望我们在各校可以推广童军。好，所以在1925年，台北的华山小学校就正式成立少年团。华山小学校现在这个学校已经不存在了。这个学校就是今天的警政的位置，就在今天的警政署。警政署就是用这个学校的校舍所延续的。所以这些学校后来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合理的怀疑就是张忠仁应该看过这些资料，因为张忠仁其实住过那里。对，所以我们都合理的怀疑那个战后有出现建士运动，可能跟这个东西有点关系。但是这个目前没有直接的资料显示，都不能乱讲。但是不管如何，那里就是正式的有所谓的日本童军总会所3项登记的少年团的这个童军团，就是在那边开始的。OK， 他1929年身居高场。这是好再补充一下，
深居高行这个人其实是台湾总督府的教育局的局长哦。那这个细野浩他其实是日本童军总会的干事，他是总会干事，但是他就是为了要推广台湾的童军业务，他就常驻台湾，而且他还是任职于台湾总督府，但是他挂的是日本童军总会的干事，然后他开始在台中州推动一校一童军这个计划，所以我们去年可能因为去年国中小大陆营遇到了台风哦，但是我们把这个游戏上线到蹦世界哦，我们就以这个当时他们创立的第一个台湾人童军团，就是丰原国小童军团为这个背景，有做了一个小游戏哦，大家有空可以去丰原玩。好，那当时就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第一个以台湾人为主体的这个童军团，就是丰原国小，今天的丰原国小童军团叫丰原公学校童军团。那后来1931年吕家公学校吕家公学校就是我们刚刚在影片中看到的就是立家国小就今天的立家国小现在还在立家国小，台东立家国小童军团那大家我说的那个萤火在这边，我说的这个井字形萤火就在这里井字形萤火就在右下角这个地方那1937年台湾的少年团的记者说5192人，是大日本帝国境内第3多，也是童军人数最多的殖民地。还有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韩国人不愿意参加童军？因为韩国人认为日本人带来的童军是殖民者的象征，所以他们不愿意参加童军。所以就一直到战争结束，韩国的童军不超过20团。我们现在看到韩国童军蓬勃发展，其实跟美元有关系。因为他们虽然说他们韩国的童军都说他们1920年就有，但那个1920年就有，其实是他们的韩国内部群体因为受到宣教士的影响，所以才有的。他们并不被日本官方所承认。所以他们的童军跟他们的整个韩国的反抗，整个国家构成的整个抵抗运动是有非常大的关联的。OK， 然后这就是当时他们的丰原国小童军团的这个活动，他们的成团仪式的报道。那台湾的少年团训练，其实当时总要分成3级啊。第1级这边叫做卫路团，最上面这一行第1行，右边上面第1行叫做卫路团，再来是初级、中级、高级，他们叫做3级、2级跟1级，初中高，下面是罗浮。所以我们来看他们的高级童军其实会说台语的所以他们以前的童军是要考台语检定的。这台语就是在日本里面，光台语就是台湾味台湾语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台语、台湾话，其实是总督府定义的这也稍微跟大家讲一个冷知识台语或台湾话的这3个字，用在官方文书里面是从日本时代开始的那所以他们是需要，所以当时的高级童军是需要通过台语的训练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当时的日本人认为日本的童军在台湾，他作为一个侦察者，就是应该要跟在南非的那一些斥候一样你应该要学会祖鲁族的话所以呢，你应该在台湾要学会台湾话所以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比喻，就是他们尽可能在照着童军的原来的身处的环境，在训练，照着贝登堡的最原始在梅富根城的那个状态，在训练台湾的童军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好，那再来就是我要跟大家讲3大制度，我要来辟谣，其实3大制度是后藤新平发明的。3大制度其实不是贝登堡发明的，3大制度是后藤新平发明的3大制度就是小队制度、会战制度跟荣誉制度。好，那所谓的那最早提出3大制度的其实是后藤新平在1926年的时候提出来的班制制度其实就是小队制度，进城制度就是荣誉制度，技能章制度就是徽章制度那所以进城是荣誉。进城是荣誉，专科章是徽章。这个，当你回到日文的原意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去帮我们重新去梳理我们现在对于台湾童军进城考验的一些我们觉得很混乱的地方。我们总会认为，因为我们的台湾的童军把进城跟专科章绑在一起，所以我们总会以为考进城章就是为了要进城。但其实回到3大制度的本质里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技能章是一个自我肯定的表现，进城制度是一种荣誉，
是因为你符合了童军的某些素养，因此我们颁给予这样子的金城章，代表你拥有这样的素养，你值得这样子的荣誉哦。所以所以在研究日本时代台湾的童军史的时候，其实也帮助我去重新的去思考，我到底在带领伙伴，或者说我自己也是一路考到国花，然后一路又拿到服务罗浮，然后也是拿了好几十个专科章的人。那其实我们过去的很多观念其实都需要被修正。在探究历史的过程中，其实我的某些过去认为很习惯的、认为是传统的一些观念，也在这当中被修正。而从三大制度就是最大的那个改变，因为以前我都跟大家讲到三大制度是被登堡发明的，没有后来读历史，后来读研究之后发现不对，三大制度是日本统治的东西。对，嗯嗯嗯嗯嗯，OK。那这个就是他们的社区服务的工作他们去登山啊，去野的内容。好，这是好。那这个是木章基本训练，少年团讲习会，1924年，当时是先有木章基本训练，少年团讲习会就是木章基本训练，他们先有木章基本训练之后才成立童军团，跟我们现在的一样。我们要先有服务员受过木章基本训练，我们才有办法在那边招募青少年组织成团。那日本当时在台湾推广也是走这个路线，所以第一场的这个木章基本训练在哪里办呢？就在台北师范学校，也就是今天的国北师，就今天台北教育大学。这个是高雄的木章基本训练。这也是木章基本训练然后这个叫少年团实修所，就是集委员训练，也就是所谓的木章训练那好，这个就要提到另外一个故事，就是阳明山童军营地的前世今生了。好，这个请去看包哥的论文。这个沈建成把这个东西梳理的非常清楚，你们去看他的论文。最早的营地叫做最早阳明山童军营地叫三珠湖营地，它就是日本时代的木章训练场。所以阳明山童军营地严格说来，就是阳明山童军营地其实是一个从日本时代就存在的童军训练场。只是他换过好几个地方，但是这个组织从日本时代就存在。那个详情只去看包哥的论文。这个部分我没有处理。但是重点在于要跟大家讲的是，台湾的木章训练最早其实就在阳明山上在做训练。直到今日，它仍然是台湾童军，直到今日台湾的阳明山童军营地，阳明山仍然是对台湾童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基地。那当时后来在阳明山办完以后呢，那接着就是在台中跟高雄一带也开始办这个木章训练。但是比较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找到那些地方在哪里。像那个少年团之刀的道场开设，台中做那个应该能高道场，能高是南投的旧名，所以他应该在南投，不知道在南投的哪。对，就是这个我还在找。那高雄这个特安应该，特安这个要问一下在哪里。这个我也不太知道，就是我还没有时间去研究到底这两个木章的训练营地到底在哪里。OK， 那这当时总督府就是发起就是新枝条总督府就当时因为童军也是这个日本的国策所以那个大日本帝国每年都补助10万元就大约今天的1000万给这个日本童军总会所以他们来台湾做这个木章训练是有这个补贴的这是他们补贴的薪资条跟他们的实施办法这是他们童军的实施办法在他们的木章训练的实施办法大家可以看一下。好，跟当时他们的价格怎么知道日本时代价格多少？全部乘以1000，就全部乘以1000就对了。这是最简单的看法。所以说一顶帽子1元1.4元，那就是1400块。那个童军棍团杖就是童军棍童军棍450。对。然后那个制服要1900块，所以那个不太便宜。那个时候的制服一整套1900块。好像也没有贵到，好像也没有便宜到哪里去，然后跟现在差不多。好，反正就是呢，你可以从这一些很详细的资料里面去理解当时的物价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好，那从1933年开始，台湾就开始办所谓的全岛大陆营。那办的地方都不太一样。第一次大陆营办在北投公园，
这是悬案为什么？因为北投公园从日本时代就长得跟现在一模一样。那你要想在那里办全岛大露营，到底要他们说那次有800多人参加，我想说到800个人在北投公园露营，然后你就想象从新北投车站走出来，你看到有800个童军在那边搭帐篷，我觉得那个画面应该蛮有趣的啦。然后第二个就在台中水源地台中水源地应该就在今天的那个台中棒球场那边。那全岛大露营在碧潭碧潭。那1939年那一场是在阳明山1939、40跟41都是在阳明山好所以这就是600在北投公园。对，我无法理解到底那天要怎么塞这么多人露营不过目前应该台北市童军应该没有人敢去那边露营对，那好像已经不行露营了。对，好，这是当时总督教阅童军的画面好，对，那这也是总督，这也是日日新报的当时台湾那很有趣，日本童军总会有出2本的世界大露营的日记，有趣就在这里，这2本日记都是台湾人写的，这2本日记都是湾生写的一本是田村宝，一本是田中正，这2个都是华山少年团的，可能台湾人特别喜欢写日记吧，我不知道那日本童军总会只有海内孤本，他们只有国内孤本剩下的复印本全部都在台湾。所以这2本日记的分析，我发表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有发表在另一本专书里面那个这2本日记其实发展时局完全不，而且这2本日记，这其中一本日记就是1937年那一本日记呢，其实记录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童子军总会正式加入世界童军总会的过程就是因为为什么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原因是因为世界童军就是中国童子军加入世界童军总会的时候，卢沟桥事件已经爆发了，所以日本人一直被全世界的童军仇视，所以那一个作者非常详细的记录，就是国际的童军怎么霸凌日本这样子，所以他又很详细的把当时贝登堡当时为了体谅中国童军的处境，还把中国童军的顺位，因为我们世界童军的关系是 ABCD 排到 D。那一年因为中国要入会，所以中国童子军是被放到第1位，就是他放 A 的前面，就中国童子军是第一个进来的，第一个进场的，然后第一个接受贝登堡的这个觐见的召见，所以可是我们目前中国童子军这边的史料是没有这一段的，所以算是我们也透过日本的这个侧面的记录去了解到，其实当时大家对于中国童子军的加入世界童军的大家庭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视的就是这一段日华建就是当他们在日本，他们当时的交流，然后交流到后来就爆炸，这个就是他们去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加入世界童军会议的这个过程这里加入世界童军会议的过程这里然后就是他们后来也有去战场访问我说他们有去大陆然后后来整个加入轴心国以后，其实后来童军另一方面就是也跟希特勒青年团，这就是希特勒，就是希特勒青年团的这个就还所以渐渐的到1940年的时候，整个这中间其实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日本的第2任总长斋藤史，他其实是国际主义，就是他其实是不支持日本军阀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支持那些军阀，所以他后来被杀掉了，所以童军那个时候就被取缔。所以童军其实是，因为童军其实是站在反战，其实童军是反战的，在整个抗日战争跟整个2次大战里面，童军一直都是处于反战的状态，就是反对这场战争的。但所以当时童军是被取缔的，那取缔完之后，童军被大清洗，日本童军总会其实被大清洗，清洗完以后就被并入到了这个大日本青少年团，所以后来他就直接就变成了，你看他们就带着那个臂章，就是那个希特勒青年团的臂章所以整个台湾童军运动大概在1942年左右就结束那这些童军团长们就是等到战后美国人来了以后，日本方面才恢复，那中国就等中国接收以后，台湾的童军才开始重新又恢复起来
所以虽然日本少年团运动最后是以这个他被全面取缔结束，但是他仍然影响了整个台湾童军运动的发展，因为有好多的这些过去受过童军训练的伙伴，在战后仍然加入了中国童子军这样子。好，所以这一些故事其实就是台湾童军的史，所以我那本书的名字才会叫做《台湾童军史前史》，因为童军这个名字其实是到战后才在台湾被广泛的使用，战前它其实叫少年团，所以只有一个名字是固定的，就是它在英文都叫做 Scout， 这件事情是没有变的。但是所以我才说这叫做史前史，因为它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延续的关系。所以也帮助大家去重新去了解台湾童军，或者说的 Boy Scout 在台湾这100多年来的，就是等于说台湾的 Boy Scout 的发展，其实到今年已经大概是将近快120年的个时间了哈。那我整理出当时就是有参加过台湾第一次的木章训练，就是台湾最早的6位木章持有人，我有稍微整理出来给大家可能有些我不知道这些团长的各个年龄层都有所以有些伙伴，有些人可能这里面的这6个人之一，可能你是听过或认识的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加认识整个台湾的童军的面貌就是台湾最早的6位在日本时代就取得木章持有人资格的这位6位伙伴的名字让跟大家来分享那这6位的故事其实写在我的博士论文里面那我的博士论文已经上线了，那请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我的博士论文这样子 OK。以上是我的分享稍微延误一点点时间，谢谢大家。好，太棒了，非常感谢新源博士今天精彩的分享，非常具有深度的一场。那我们大家先来合影，那合影完了之后，大家可以就是好好的就是交流这样子。好，那我们这时间点大家来开个镜头吧。好，稍等我一下。好，大家都开好了吗？好的。看到了哈，稍等一下。OK， 3、2、1，好，这边就拍一张耶。好的，好。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